第二天一早，我下意识的就先跑到了厨房，打开冰箱一看，食物已经全部腐烂了，还隐隐散发着臭味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了一个激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又没了动静，这时业主群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屏住呼吸，大着胆子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套防护服和一个防毒面具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个小缝，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。我发现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现在有防护服，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这条规则是假的。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好防护服后，我果断下了楼，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一个小黑板：超市规则1，超市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，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，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，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，感觉都不够别人塞牙缝的，更何况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。我麻溜地跟了进去，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自动关上了，而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里面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。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看着新鲜的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但规则里提到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我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零食区，拿了几桶泡面。看到超市有卖南瓜饼，我下意识拿了几袋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不敢在超市逗留。买完东西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上面贴着的规则：1，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；2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看向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在看完规则后，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把规则拍下来，等平安回去之后，再慢慢分析这其中的窍门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所有人如脱缰的野马，迅速朝家的方向跑。大家都穿着防护服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很难有人认得出来。我刚跑出来还没有一会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的姑娘，蜷缩在椅子上。我默默放慢了脚步，见我走来，小女孩可怜兮兮道：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禁让人心生怜悯。可一想到她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我当即忍下心，径直从她面前走过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女孩果真的是贪吃鬼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进入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女儿大宝。她一双无邪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姐姐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妈妈上次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快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，她让你在家等她，记住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哦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大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得一个寒战，想到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，会自己开门的。大宝乖，先回家，别让妈妈担心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对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大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成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这条规则相矛盾，到底哪一条规则是真的，哪一条又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砰砰直跳。